他小时候肚子里有严重的蛔虫感染，最夸张的一次，一条筷子大小、白白胖胖的活体蛔虫竟然逆流而上，直接爬到了他的嘴里。在临床上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寄生虫中毒感染引发的异位寄生现象。蒋氏的母亲为了给他驱虫，把两面煎的金黄的鸡蛋泡在极其苦涩的苦令树皮汤汁里让他吃。但我就有个疑问了，这些寄生虫为什么不好好待在肠道里，非要进行这种恶性的远征，爬去胃里或者嘴里呢？这个行为绝不是主动的游走，而是生存逼迫。正常情况下，小肠中段营养丰富，是它们温馨的家园。但如果宿主长期饥饿，小肠里没食物了，寄生虫为了活命，就会逆流而上，寻找胆汁排出口或者胃部。也就是说，它们是饿得受不了了才往上爬的。对，还有一种情况是化学驱逐。如果宿主发高热，或者吃了苦令树皮这种有毒的驱虫药，小肠环境变得极其恶劣，寄生虫就会产生极其强烈的应激性游走，就是逃命嘛。胃里虽然有强酸，但总比被毒死好。那有些虫子顺流而下被拉出来，又是因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它们生命枯竭被淘汰了，或者为了每天排出20万的卵进行战略性的播种。每天20万个，天哪！既然这些虫子求生欲这么强，我们要杀它们肯定很难。中医是怎么做的？文献里提到了化虫定痛丹，但最让我觉得神来之笔的是那个逃犯食汁的细节。对，把毒药混在饭里让患者吃下去，这简直是纯粹的心理战啊！把毒药藏在碳水化合物里，那些饿极了的虫子一感知到香甜的饭菜下来了，无防备的大口吞咽，结果连着毒药一起吃进了肚子。没错，文献里提到的草根粥，用苦令树根加甘草煮粥，也是一样的底层逻辑。那现在西医呢？西医面对这种寄生虫，用的武器听起来就非常现代了。文献里归纳为定格、断供和捕获。这展示的是西医的精准打击。首先是定格，西医会使用6542，也就是山浪荡解。它的作用是强制让宿主的胃肠道平滑肌彻底放松。这个我知道，就是让虫子失去建立的物理支点，对吧？就像拔河齿突然松手，虫子咬不住胃壁了，患者就不痛了。对，止痛之后就是第二步断供。西医会使用阿班达唑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肠虫清。这个药是怎么起作用的？直接毒死嘛。它的机制非常毒辣，它直接阻断虫体细胞对微管蛋白的合成，相当于摧毁了寄生虫细胞内部运送营养的高速公路。即使周围全是食物，虫子也无法吸收任何能量，最终在分子级别被活活饿死。哇，从细胞层面直接饿死。那如果这两招都不行呢？那就只能靠捕获了，就是胃镜介入，医生在内镜下直接用活检强把虫子夹出来。这套组合拳儿听起来确实无懈可击，但是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。你还记得我们开篇那个悬案吗？吐出癞蛤蟆那个。对，医案里吐出来的不是普通的蛔虫，而是癞蛤蟆、壁虎这类的非典型宏观生物。这在现代西医里被称为偶然性动物寄生症，非常罕见，但也极其凶险。我就想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：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只已经在胃里扎根的半大不小的壁虎，你还敢直接用阿苯达唑这种常规毒药吗？绝对不敢。这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面对这种巨大的活物，单纯用化学杀虫剂是灾难性的。是啊，怪物被刺激到了，绝对会在胃里垂死挣扎。万一爪子把胃壁钻破了，或者释放什么神经毒素，患者当场就没命了吧？对，并且即使你毒死了它，这么大一坨蛋白质在体内腐烂产生的内毒素，足以引发致命的败血症。那西医遇到这种大型怪物，难道就束手无策了？恰恰相反，面对这种特殊生物，现代西医的逻辑竟然与古代中医那个汤汁熬粥诱杀法高度重合。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殊途同归策略，可以总结为诱导、麻痹、强制排出。哦，快帮我推演一下。中医用淀粉粥当引导载体，西医用什么？西医会使用高粘度的医用石蜡油，或者是聚乙醛二醇，也就是 PEG， 混在浓稠的淀粉粥里。为什么要加这种高分子材料？
为了悄无声息地闷死它，利用异物吃碳水化合物的本能，把高粘度液体带入它的生存环境。这就像一张致密的毯子，直接物理性地封死了这些异物的呼吸管，让它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严重缺氧。绝了，真的是用魔法打败本能。那第二步麻痹呢？中医是用药让虫子脱力，西医会使用全身性的神经肌肉麻痹剂，最典型的是护坡胆碱。这种肌松药会诱发异物肌肉瞬间强烈收缩，随后陷入彻底的深度麻痹，从黏膜壁上脱落。怪物现在已经麻痹脱落了。那最后一步，强制排除呢？中医靠泄泻，西医靠什么冲刷它？西医会大剂量使用高渗分酸钠盐溶液，在肠道制造极高的渗透压，刺激肠壁大量分泌水分，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强力冲刷。但这么强烈的冲刷，患者受得了吗？风险是经过精确计算的，医生会同时从静脉补充平衡盐溶液。如果异物实在太大，为了防止肠梗阻，西医还有终极手段，内镜直视下用异物网兜直接物理移除，就是直接用网捞出来，对吧？没错，干干净净，防止任何腐烂的可能。那么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？不论是几百年前中医凭经验得出的逃反投毒，还是现代西医的麻痹脱落和内镜捕获，这两套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，最终在面对真实的生命威胁时，展现出了同样深邃的智慧。是的，他们都采用了务实的诱敌深入、瓦解基础的策略。对于正在听的你来说，这种跳出单一框架、直击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太重要了。当你掌握了这种能力，信息过载就再也无法困扰你，因为万法归宗。把握底层逻辑，才不会被表象迷惑。在结束今天这场探讨前，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引起深思的问题。今天我们知道，大脑会因为经验性偏见，把胃里虫子咬的痉挛误认为致命的心脏病，这不禁要人思考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应。对，在你日常的生活和高压的工作中，你的大脑是不是也经常收到一些焦虑甚至痛苦的报警信号？这些信号究竟是真的你的心脏出了致命危险，还是仅仅因为生活里钻进了一只可以被轻易排出的小虫子，而你的大脑反应过度了呢？这个思考角度非常深刻，值得好好回味。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场不可思议的推理之旅，我们期待下一次继续带你解锁更多看世界的新视角。再见，大家再见。